denudation 剝蝕作用，包括 weathering、mass movement、erosion 同埋 transportation 呢4個過程。總體嘅效果係令到地表物質不斷被帶走，地面逐步下降，直至 external force 消失或者造成平地為止。Weathering 係指透過物理或者化學作用，令到岩石喺結構上同埋成分上發生變化，由堅硬變為鬆散，由大塊變成碎塊。一般常見嘅 weathering agent 有 insulation 同埋 moisture， 而風並唔能夠製造 weathering。值得留意嘅係，風化之後嘅岩石碎塊係會留喺原位，並唔會被帶走。如果岩石碎塊移動的話，嗰個過程就唔算係 weathering。呢點係一定要記得。另一個好似同 weathering 差唔多嘅 denudation process 係 erosion。erosion 係指地表物質，例如岩石、泥土被帶走。常見嘅 erosion agent 有風、雨水、河水、海浪同埋冰川，而 insulation 則唔能夠製造任何嘅 erosion。被呢啲 erosion agent 侵蝕嘅岩石，佢哋嘅碎塊會被帶走，例如風會將沙泥帶到遠處，岸邊嘅岩石喺海浪侵蝕之後，亦會進入大海，而被雨水沖刷嘅斜坡泥土，最終亦都會去到他處。所以 erosion 同 weathering 係兩個唔同嘅 denudation 過程。weathering 並唔牽涉任何岩石碎塊嘅移動，被風化之後嘅岩石碎塊會留喺原位，而被 erosion 影響嘅岩石或者泥土則會被帶離該處。餘下兩個嘅 denudation 過程包括 mass movement 同埋 transportation。mass movement 係指地表物質受到地心吸力影響而向下移動。landslide 同 rockfall 都係例子，而 transportation 係指被侵蝕之後嘅物質，隨住風、雨水、河水、海浪或者冰川被帶到他處。喺香港，河入邊嘅 fluvial erosion 同埋海岸嘅 wave erosion 係比較值得關注。最後喺學習 denudation 過程入邊，有兩個重點係需要特別留意。第一係 weathering 嘅角色。weathering 作為 denudation 嘅第一個過程，佢嘅功用係為往後嘅 mass movement、erosion 同埋 transportation 提供岩石碎塊同埋沙泥。所以 weathering 喺 denudation 入面嘅角色係非常之重要，佢係控制住往後其他3個過程嘅量。第二個要留意嘅地方係 weathering、erosion 呢兩個 denudation 過程非常之相近，必須要小心分辨佢哋嘅差異。